突发中东局势骤变，200枚导弹突袭以色列。伊朗首次使用高超音速武器，以色列箭式反导雷达遭到打击。以军在对贝鲁特进行定点打击，以色列地面行动开启，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军事基地遭受打击。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当地时间10月1日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导弹袭击。按照伊朗的说法，此次共发射200枚弹道导弹。以色列国防军监测到至少180枚弹道导弹，并对其进行了拦截。根据媒体报道，此次伊朗共发射2轮导弹，并持续了较长时间。以色列多个城市响起警报，各地民众紧急避难，全境机场暂停起降。截至目前，相关限制性措施已经解除。在发动袭击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先后发表2份声明。声明表示，伊朗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周边的3个以军基地，包括存放以军战机的空军基地。此外，以色列的军事战略中心与部分雷达基地同样遭到了打击。伊朗表示，这些目标是曾策划执行了针对德黑兰与贝鲁特袭击行动。根据伊朗的说法，在此次袭击中，90%左右的导弹都成功击中了预设目标。以色列内瓦提姆空军基地被摧毁，并有20余架 F-35战机遭到袭击。目前这些损失尚未得到以色列方面的确认。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在本次袭击中，伊朗首次使用了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对以军剑2、剑3反导阵地进行了打击。根据此前公开信息，法塔赫导弹最大射程14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15马赫，精度误差小于30米，弹头重1500公斤。有推测认为，法塔赫高超音速武器可能是海巴尔舍坎的改进型，因为两者的尺寸与气动布局非常接近。唯一不同的是，法塔赫的弹头可以进行机动，这款导弹采用了双锥体启动布局，弹体采用隐身涂层。弹头尾部有4片尖三角形可控制翼面，初期负责导弹的飞行方向，等弹体与弹头分离之后，还可以继续控制弹头的飞行目标，确保导弹在接近目标时仍能保持高速机动。根据伊朗的描述，法塔赫导弹可以在400秒内打击以色列第2大城市特拉维夫。此外，伊朗还拥有法塔赫2型高超音速导弹，采用成波体弹头。至于这款武器的具体性能，伊朗尚未公开。在导弹袭击发生之后，当地时间10月1日深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会议上表示，今晚伊朗犯下了大错，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其实，在伊朗发动袭击之前，以色列就已经得到了消息，因此此次袭击并非毫无征兆。在袭击发生前至少7个小时，美国情报部门就向以色列发出警告，称伊朗可能会在12个小时内发动军事打击，只是不清楚袭击规模。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布通告表示，鉴于当前局势，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因为有迹象表示伊朗正在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按照当时五角大楼的评估，此次袭击的规模至少与今年4月中旬发动的袭击规模相当。伊朗将动用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目前，美国正在积极进行保护以色列免受袭击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发布警告，若是伊朗发动袭击，将带来严重后果。考虑到美国强大的情报能力，有迹象就是一定会，所以以色列听从了美国的警报。在10月1日下午，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表示，开始将以色列中部地区实施限制措施，户外集体活动人数上限30人，室内集体活动人数上限300人。学校需要保证可以及时找到足够避难所的前提下，才可以开展教学活动。这样的限制措施不仅是为了应对伊朗可能发动的导弹袭击，同时也是为了减少真主党袭击可能造成的伤害。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伊朗发动袭击的时候，内塔尼亚胡正在紧急召集以色列安全内阁在掩体内举行会议。据称，这是自去年10月7日中东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安全内阁首次在掩体内开会。在导弹袭击结束之后，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大部分来袭导弹都被以色列与美国拦截，只有少数导弹击中了中部和南部地区。接下来，国防军将根据政府高层的指导，选择时间与地点对伊朗采取行动。同时，以色列还将继续在中东发动强力打击。而在袭击事件发生后，各方势力也做出了反应。
首先是伊朗阵营方面的反应。针对此次袭击事件，伊朗表示，袭击行动的制定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拥有自卫权，可以基于合法权利，以本国和地区和平与安全为目标，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伊朗此举还是为了捍卫本国的利益，同时也为了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白，伊朗不是好战的国家，但坚决反对任何威胁。10月1日深夜，哈马斯武装组织发表声明表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袭击表示支持。哈马斯在声明中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而随着地区局势升级，多国宣布暂时关闭领空。黎巴嫩看守政府公共工程与交通部媒体办公室表示，鉴于地区局势变化，黎巴嫩领空将关闭2个小时，之后会根据情况来评估是否放开进空。约旦民航局也宣布暂时关闭该国领空，禁止所有飞机起降、往返和穿越约旦。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宣布关闭伊拉克领空，旨在保护经过伊拉克领空的飞机安全。而在袭击事件发生时，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便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召开会议，对目前中东局势进行评估。拜登表示，以色列会在美军协助之下对伊朗发射的导弹进行拦截。拜登与哈里斯还在白宫战情室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并定时接收最新报告。同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表示，在伊朗发动袭击之前，并未事先对美国进行预警。根据莱德的说法，部署在中东的美军驱逐舰对伊朗发射10几枚导弹进行了拦截。除此之外，美军并没有利用其他防空力量对其进行拦截。根据统计，此次袭击的规模是4月中旬袭击以色列时的2倍。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以及国防部发言人分别表示，伊朗在袭击以色列之后将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制裁。与此同时，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将完全支持以色列在袭击后自卫的权利，并呼吁外界对伊朗进行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东冲突的扩大与升级必须立即停止，以免更大冲突的爆发。根据外界推测，中东局势是否会继续扩大，需要考虑2个方面，一个是伊朗阵营会不会继续扩大对以色列的袭击，另一个就是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有限地面行动会不会演变成全面的战争。根据媒体报道，10月1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当天继续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定点打击。不过，在声明中并未透露更多的行动。此外，国防军还表示，已经开始对黎巴嫩南部的部分真主党目标进行有限、局部以及有针对性的地面打击。根据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的说法，此次袭击的目标是黎巴嫩南部靠近以色列边境地区的真主党军事基地。在1日当天晚些时候，以军对地面行动的推进进行了统计。在当天的行动中，以军发现了武器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摧毁一个活跃的作战单元。为了配合地面行动，以色列还出动了空军，对上百个真主党目标展开空袭，同时还对真主党精锐部队集结地与威胁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进攻区展开袭击。针对以色列的说法，真主党发言人阿菲夫第一时间作出回应，表示以色列关于国防军已经进入黎巴嫩南部的说法是虚假的，双方尚未爆发直接的地面冲突，但真主党已经做好了开战准备。另外，根据真主党在10月2日凌晨发布的综合战报显示，真主党在前天对以色列多地实施了16轮打击行动，其中包括使用法迪4型导弹对位于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与8200部队总部发动袭击。值得注意的是，真主党发言人阿菲夫在10月1日回应，双方没有爆发地面冲突，但到了2日凌晨，真主党表示已经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发生交火。按照真主党的说法，这是一支小股部队试图渗透到黎巴嫩边境小镇阿代萨。显然，中东的局势愈发严峻，大规模冲突的发生似乎一触即发。面对伊朗阵营的不断挑衅，以色列国防军是不会收手的。反观另一方，在中东抵抗之虎中扮演老大哥的伊朗，在哈马斯、真主党接连遭受致命打击之后，伊朗也是做出了2次回应，一次是4月份，另一次就是10月份，但产生的效果似乎并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声誉也开始降低了，尤其是抵抗之虎内部。只是这次面对的对手不一般，本身就拥有不错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背后还有美国等一众盟友的支持。面对伊朗可能的行动，美国甚至多次发出警告，若是伊朗采取行动，将面临严重后果。如今中东的局势已经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爆发全面战争，还是伊朗方面偃旗息鼓？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据乌克兰通讯社9月27日报道，匈牙利已接收一批新型豹2的 Ka-7列举坦克，这些坦克将由匈牙利第11装甲旅的第1坦克营负责操作。
该营正在逐步淘汰旧的 T72坦克。有媒体表示，在接收完这批坦克后，匈牙利军队中此类坦克的总数已达24辆。豹2 H7 坦克是豹2 A7的改进型，由德国为匈牙利军队定制而成。它加强了炮塔顶部装甲，并将新的火控系统与自动跟踪器集成在一起，能够使用热成像相机自动跟踪目标。在武器方面，配备有一门120毫米滑膛炮，一挺7.62毫米机枪，一挺12.K毫米重机枪。在机动方面，由 MTU 发动机提供动力，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70公里。除该型坦克外，匈牙利还在2018年订购了5辆救援车、3辆桥梁发射车、12辆用于训练的豹2 A4坦克、24辆 PZH-2000 自行火炮系统，预计将于2028年底完成交付。自乌俄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作为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匈牙利，在立场上一直饱受争议。而近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助手在接受采访时，更是直接表示，若俄军进攻匈牙利，将不会抵抗。在访谈中，这名叫巴拉兹·欧尔班的助手还以乌克兰为反面教材举例，称泽连斯基的防御战争导致了大量民众的死亡和领土的丧失。这样的言论自然引爆了各大平台的评论区，很多人都说巴拉兹·欧尔班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且他明明知道是防御战，却还在批评乌军的抵抗导致领土的丢失。这样颠倒的言论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就连匈牙利国内也引起了对他的强烈的质疑和批评，尤其是匈牙利反对派甚至要求其立即辞职，并开始运作国会进行弹劾。目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尚未对此事发表正式回应。据路透社报道，芬兰国防部长安迪·哈卡宁表示，北约明年将在距离俄罗斯边境不到150公里的米凯利市建立一个全新的陆军指挥部。报道称，该指挥部为多军团陆上部队司令部，将隶属于北约在美国的诺福克联合部队司令部，在军事冲突发生时，与芬兰陆上司令部联合指挥，以领导北约在北欧的陆上军事行动。哈卡宁还表示，该指挥部最初的年度预算为850万欧元，由几十名位国际官员组成。德国和立陶宛达成驻军的最终协议，不久德国部队就将常驻立陶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还用立陶宛语做了这一历史性的总结，即你们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安全。皮斯托利斯表示，德军已准备好成为遏制俄军在欧洲继续进发的中流砥柱。他再一次在演说中强调，俄军对乌克兰的进攻只是一个开始，欧洲需要团结成一个整体。或许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在乌俄战争结束后开启向俄罗斯附近国家的驻军行动。据 NEIKC 电新闻报道，俄罗斯出台新政策，以派发500万卢布的方式奖励民众前往乌东前线的马里乌波尔生活，以增加俄罗斯人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不过，马里乌波尔至今仍在乌军的打击范围内，不知道最终会有多少人要钱不要命前往。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为强化后备战力，今年起恢复征集1年义务役男，同时一期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男课程，也在今年6月后新增了 T75K3 手枪射击训练，以帮助士兵成为合格的战斗员。值得注意的是，台湾《青年日报》26日曾报道称，第5作战区指挥官李荣华中将25日曾在成功岭营区视察，步兵104旅、302旅、5支部卫生营等部队后，赶赴靶场指导了军事训练役第207T役男的 T275K3 手枪实弹射击训练，同时这也是军事训练役男首次射击 T75K3。根据媒体报道，9月27日，美国官员表示，美军部署在红海的3艘军舰遭到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与无人机袭击。根据报道，此次遭遇袭击的是美国海军斯普鲁恩斯号驱逐舰、斯托克戴尔号驱逐舰以及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型巡洋舰，都是美军军舰正在向北穿越曼德海峡。根据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的说法，这些遭遇袭击的美军军舰正在前往支援以色列的途中。胡塞武装的海军、空军与导弹部队
共发射了23枚导弹、无人机等。萨勒亚还宣称，美军军舰在此次袭击中被直接击中，但遭到了美国官员的否认。根据媒体报道，9月27日晚，苏丹武装部队宣布，当天控制了位于首都圈的北喀土穆市卡德鲁地区，从而切断了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从喀土穆炼油厂获取燃油的重要补给线，这是苏丹境内最大的炼油厂。苏丹武装部队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在北喀土穆市进行作战，直到将这片区域的所有快速支援部队清除。目前，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媒体表示，苏丹武装部队在9月26日针对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的多个地区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媒体表示，当天的行动是苏丹内战爆发后，苏丹武装部队在首都圈发动的最大规模进攻。自2023年4月开始，苏丹陷入内战。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市爆发武装冲突，并逐渐蔓延到其他地区。在持续1年多的冲突中，已经造成数万人员伤亡。首都喀土穆及其附近的北喀土穆跟图曼3市组成的首都圈，是两支部队爆发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据多方媒体报道，以色列此前拒绝了美国支持的21天停火呼吁，并加大了对黎巴嫩的空袭力度，轰炸了其重要据点，造成数百人死亡。而黎巴嫩也不甘示弱，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进行反击。随后，以色列则表示，将会持续向黎巴嫩发动大规模进攻，除空袭外，还可能会发动地面攻势。如果真如以色列所言，那么其与黎巴嫩的战争局势将会彻底升级。因此，诸多国家开始对滞留在黎巴嫩的本国公民开展全面的撤离行动。英国方面正在向塞浦路斯派遣部队，打算与那里的2艘英国皇家军舰会合，然后共同协助滞留在黎巴嫩的英国公民进行撤离。日本方面正在检查居住在黎巴嫩的日本公民的安全性，并敦促公民在开放商业航班时尽快回国，避免战事升级而无法撤离。另外，内阁官方长官李方正表示，将会派遣日本军机前往约旦待命，以协助本国公民离开黎巴嫩。有媒体称，这些军机很可能会是 C-2 运输机。菲律宾方面，由于该国国情比较特殊，其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具有大量公民，其中在以色列大约有3万名，在黎巴嫩大约有11000名。另外，据媒体表示，目前只有约500名菲律宾公民打算撤离，大多数并不愿意离开，而他们之所以要冒险留在这里，主要是因为菲律宾国内就业机会有限，这里却拥有很多的就业岗位。澳大利亚方面正在敦促约15000名公民尽快撤离黎巴嫩，原因是贝鲁特机场面临关闭的风险，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可能会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撤离行动。其总理安东尼表示，已经制定了紧急应对计划，例如必要的海上撤离行动等，不过他并未透露具体细节。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在首尔近期举办的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峰会上，发布了未来的行动蓝图，显示该国打算加快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的意图。其实，早在今年4月初，韩国就成立了一家国防人工智能中心，来全力发展 AI 技术，并尝试将其集成到军事应用中。而且，据韩国媒体表示，该国的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目前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尤其是在各军种的人工智能军备布局方面。如在陆军方面，成立了陆军人工智能中心，全面负责陆战智能化武器系统的实验，并为陆军网络防空特战队提供技术支持。在海军方面，正组建海洋系统发展大队，打算专门让其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空军方面，重点发展高度智能的无人机、反无人机和侦察监视技术。此外，韩国国防部还对外宣称，计划在2028年前建设约90个人工智能作战试点单位，在2032年前建成16个配备人工智能模拟设备的训练场。需要注意的是，为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韩国已与北约、英国、澳大利亚等组织和国家建立了人工智能技术合作机制，通过举办国际级的峰会，来与相关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深度合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全部内容了。你们觉得接下来以色列会不会对真主党发动全面地面进攻？伊朗在进行大规模袭击之后又会有哪些动作呢？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